这里怎么会有人卡死在墙中间呢？懦夫！哎，你这个懦夫！哎！佛爷，他是被人射穿心脏而死。佛爷。 有没有印象？你现在身上带的这条，是吴家人重新帮你弄的。他们说你之前那条丢了。 你之前留的记号全都指向这里，有没有想起什么来？哎！ 是我杀的，不是。我相信老五的为人，他不会滥杀无辜。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把401全部的人都杀掉？ 还有，为什么偏偏只有张远航的尸体要埋在墙里？我在一个地方留了记号，我留了其他线索。 就是这里，老爸，表，什么？把表给我！啊，来，给。哎，这图案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？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五爷伤口里取出来的那个纸条上，也有这个图案啊。可是这12.08分是什么意思啊？
这上面写的什么？我好像想起一件事了。法术和时间有关，时间是解谜的关键。时间会不会跟须弥镜的秘密有关？不然你不会在这里画如此大的记号。法术和时间有关，时间是解谜的关键。你醒了。不要问这里是哪里。总而言之，你逃不掉。死而复活，你是人是鬼？这个世界上哪有死而复活？我亲眼看到的。那你猜，你有大把的时间猜猜，我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，都会认为是法术吧？是啊，这就是你们中国人伟大的地方。不过，我指的是古人，不是指现在的中国人。我在阁氏楼里的前2年一直以为法术是真的，我和你一样震惊。但世界上哪里有法术呢？你是说我经历的一切，全部都是假的？不是假的，但是那不是法术，那是技术，那是一种神奇的技术原理。技术原理？是的，几千年前，中国的古人就知道了这种技术原理。但到了现在，你们反而不知道了，以为是法术。法孙子，你说的到底是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五爷，五爷，来，五爷，我请你到这儿来，是想请你帮我训练一种特殊的动物。拜托了，如果没有它，我就无法进行我的下一步计划。我不干。401部队现在在我的手中，就是张启山拜托你寻找的那个401部队。如果你不帮我，我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掉。到时候，你和张启山的约定就无法履行，你的夙愿也无法达成。军人上了战场，就准备好了赴死。我是土匪，我也一样。不，我不这么认为。在我的研究里，士兵和土匪绝对不是一件事情。你要是把土匪惹毛了，把你天皇的神主牌都给掀了！这样吧，五爷
先听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好解除你心中的一些疑惑。4年前，我潜入长沙阁氏楼，是为了探寻殷长生之秘。我被迫滞留地下，一困就是3年。直到你们当中的第1个蛀虫出现，事情才有了转机。我以为只要砸下足够的钱，就能轻易摆平这种事，毕竟人全都是贪婪的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，竟然只找到了丁千岁。他又折腾了好一番功夫，才勉强撬开了霍家的口子。彼时我们已经到了快要饿死的份上，差一点就前功尽弃。丁千岁拿着我们提供的经费，开始买通霍家。霍家要想继续站在9门之列，那就得有人伸手相助。钱我有，路子我也能租，霍家也得为我出一份力。霍家可以帮忙，但你必须言而有信。霍家有他们专门的采买渠道，就连张启山也不可能发现，所以他们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，源源不断的为我们输送物资。而我在探查阁氏楼之际，发现山体上有一处裂缝，可与外界相通。虽不足以容人出入，但要做些别的事情，却绰绰有余。比如，让丁千岁把物资扔下来。排开！记得跪！有了粮食之后，我们在地下的生活稳定下来。我知道自己短时间内难以离开，便潜心研究阁氏楼的秘密。我先是破解了殷长生的3种法术，继而参透了其炼制怪物的科学原理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找到了一种丹药，人服食之后可诱发人体变异。我下令，让我的部下试药。由此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人可以攀爬悬崖，离开阁氏楼了。帝神在様、こちらは例の弾薬でございます。我在阁氏楼里整整困了3年，3年。我几乎参透了这栋楼里所有的秘密。所谓阁氏楼，不过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巨大骗局。
随着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，我发现这阁氏楼也不过只是一个起点，它通向一个更加神奇的地方。这里是不是只有通过地下暗河才能到达的地方？不愧是九门的五爷，啊，真聪明。是的，我们就是通过地下暗河，走了几百公里，才在一个隐秘的出口出来，来到此地。但此地也不是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，要想到达那个地方，非你不可。所以我没办法，只能把你抓过来了。但是不能在长沙城动手，那样冒的风险很大。因此，你得让我自己送上门来。没错，我让丁千岁做了一块旧石碑，然后买通了401的几个人，让他们引诱部队去挖。他们在前面编故事，后面的人绝对会被吸引。其实年岁的药丸早就混在了泥土之中，只要他们动手，泥巴就会溅上身，他们就会中毒，就会变得痴迷呆傻。然后我再让我的人引诱他们下阁氏楼，诱惑张启山。终于，你来了。你为何不让你的部下直接把我带走呢？你以为我没这么干过吗？我深知你和张启山的能力，一旦阁氏楼暴露，我们就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，我只能勉强一搏。那你为何要我完成那3个法术呢？不要冤枉我，我可没有让你完成那3个法术，那是你自己想象的故事。人类啊，就是这样相信自己的想象，什么法术呀，或是这个世界上其他美丽的事情，都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。看来我的判断全错了，你并没有逼我完成那3个法术，这都是我的臆想。你什么毛病？有3个法术吗？真的走过判断吗？真的有法术吗？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你现在的疑惑，正是那个秘密所带来的效果。正是那个秘密，让那个楼里的法术看起来跟真的一样，让所有人都相信阁氏老祖靠他创立了邪教，殷长生是真正的仙人，他的信徒对他们的神力深信不疑。你现在也是他们的信徒。我们日本人是坦诚的，我坦诚地告诉你这一切。敬我一杯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胜利者的炫耀。毕竟，我这个计划用了整整3年才成功。我研究你都研究了3年，吴爷，这一刻，我等得好辛苦啊。对了，所有一切霍家都有参与。霍仙姑虽然不知情，但她是家主，一旦暴露，霍家头日，她是要担责任的。如果你不帮我，霍仙姑不会死在日本人的手里，她会死在军政部锄奸队的手里。我知道你还想逃走，但事已至此了，你只能一边帮我训练那个动物，一边找机会逃走。
好了，胡子，从明天开始吧，拜托了。哎，佛爷，你看，壁画变了。佛爷，这上面应该写的是各门各派的法术啊。有锁魂咒、破障诀、摄心术，还有缩地术。原来这须弥境是个藏法术的地方啊！那这么说，秋山真的是进来偷学法术的，学会了就带着法术逃回日本了。把所有字看完再说。佛爷，我好像知道这里为什么没有路了。这上面写着一种法术，叫生楼诀。这生楼诀的意思呢，就是虽死地空无一物，却非为终局也，而是未曾播种。只要法种落地，水火相济，便可百楼自生，千门自开。佛爷，这换句话说，就是看似现在这里没路，只不过是种子未发罢了。一旦催动法诀，这整座楼便会自己长出来。哎，这难道这楼是在等人播种啊？种哪个？这上面没写办法呀。但是播种的话，无非就是下种、浇水。可问题是，哎，这种哪儿啊？种子又是什么呀？啊？该不会是这块碑吧？难道这块碑就是还没有长出来的须弥镜？老五啊，咱们在这种地方行驶，还是小心为上啊。那你说怎么种？这要种葫芦的话，3天就能抽出芽尖，可要把整座楼给种出来，岂不是得等3年了？这是法术，咱不能按照阳间的日子来算的。反正我觉得呀，这石碑肯定不是种子。那你说怎么种？既然要生根发芽，往外抽枝，那你们觉得会不会这整个空间才是真正的种子？哎，这也不行啊！那边试试。佛爷，咱们真要在这种楼吗？让他们试试也无妨。关键是日本人肯定来过这儿。可这都是封死的，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此处多半是障眼法。既然这里的布局
跟长沙的阁氏楼如出一辙。那就按照之前廊道的位置，把这里挖了。是。这楼真的种出来了，我就说有奇迹吧。一点灰都没有，障眼法会做得这么真，像是新砌出来的。新长出来的，当然是新的了。幸亏你们把我带下来了，不然这楼你们未必种得出来。张岐山，你现在信了吧？没关系，你就当做是你对吧？哎，佛爷，都听到了。听到了。你们说，这楼该不会是缩回来了吧？那我们得赶紧跑啊，要不然的话就被压死在这儿了。佛爷，这后头还有空间。哎，佛爷，佛爷，你看，这不是殷长生
修的那个大鬼地宫的廊道吗？但是位置不对啊，两个廊道不可能挨着呀。这个楼还在涨。小鱼，继续砸墙。佛爷，我们怎么又回到阁试大厅了？不是同一个地方。啊？对啊，这墙上的法诀也没有了。老八，啊？之前钟楼那个法术，再念一次给我听。升楼诀，虽然前方看似无路，只是未曾播种而已。只要种下法种，水火相济，便可百楼自起，千门自开，楼便会自己长出来。我懂了，法术中的百楼，其实并不是一种夸张，而是真的100座楼。我们种了100座楼。佛爷，看来真是丁千岁在搞鬼，可他不是个阉人吗？怎么会和日本人搭上关系？不只是日本人，他能够在长沙发家，背后主要靠的是美国人的暗中支持。怎么还有美国人的事？这个人的背景非常复杂，极有可能一手通日，一手通美，要动他，没那么容易。小鱼、小静，在，把丁千岁的情况调查清楚，我要把这个人连根拔起。是。哟，霍长官醒了。九门那帮人来。霍长官，您误会了。方才您见九门齐聚，气急攻心，一时昏厥过去了。他娘的，不要糊弄我！你们这是擅闯军事禁地，袭击军官，按律我是可以把你们都给枪毙了的。霍长官，九门各家听闻我身体抱恙，一时心急才赶过来探我。他们并不知您奉命将我软禁啊！我放屁！门口都是我的兵，他们是瞎子吧？赵启山是不是也来了？让他过来，让他来见我。佛爷确实来过，见大家贸然闯入，也是当场呵斥，让他们各自回去，闭门思过了。佛爷原本也要追究那些守卫的失职之过，可又想，那毕竟是您的人，他也不便越权处置，所以特地让我代话，还请您自行发落。你话已带到，说谢某身体不适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霍长官，近几日当少动些肝火，否则来日落下病根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
进入阁侍楼后，在主通道拐角处，首次发现发丝神像。神像高度约170公分，形态近似真人。编织神像的发质在自然环境下极为罕见。一念苍生，一念命；一念苍生，一念命。再无遗憾，再无憾；再无遗憾，再无憾。一名江湖术士声称亲眼所见，该女子曾偶遇阁侍老祖传教，随即与其信众同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信徒皆着古代衣饰，发饰装束全然不似当时，皆依循阁侍老祖的服饰而行。经后续追踪调查，那些发娘及阁侍教众，最后现身于西山一座道观。我方多次派人查探，但由于地形复杂且缺乏足够人手，未能进一步确认具体去向。目前该线索暂时搁置，待补充调查资源后再行启动。这4劫已是定局，躲是躲不过去的。若我拼上这条命去查，或许能为整件事拨出一些生机。长官，张启山纵容九门私闯谢府，还在谢府里面开什么九门大会，这是公然藐视军纪。根据惩治盗匪条例，还有陆军惩罚条例第32条，无论是九门还是张启山，都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上面会处理的。长官，张启山和九门勾结，那已经是明面上的事儿了。现在是城防需要张启山，你若是对军政部的决议不满，最好不要单靠一通电话。长官，霍文海又来电了，告张启山的状。军政部的意思是要肃清黑帮，可九门那摊子事儿，似乎总是下不了狠手。就是因为张启山吗？当年的头军是我亲手招的他，后来战场上是他将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，救了我一命。我与启山的交情啊，不是3、2句话能讲清楚的。难道您打算放过九门？躲不过的。国事当前，这笔账终究是要清算干净了。霍文海已经走了。老生常谈之后，自然是走了。不知四爷为何来我这求饶，不怕出了眉头？湘江里刚钓的螃蟹10两一只，其他几门都已经送达了，就你这儿进不来，我只能亲自跑一趟。你这么爱吃螃蟹，吃不到岂不是很伤心啊？当年你入九门的时候，和老三打的赌，你一直记得，所以年年都送螃蟹，一年也不落下。四爷守信，果然与旁人不同。那是自然，我这般讨人嫌的，要是没个特别拿得出手的长处，还怎么会完事？我陈皮答应过的事儿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改不了。可你也不用造谣，我喜欢吃螃蟹吧？每年送来的时候都说我爱吃。该不会因为我姓谢，你就觉得我爱吃吧？爱吃不吃哪那么多废话？困在这儿，不无聊吗？人到了一定年纪就知道，有时候能安稳坐着，
已经是一种福气。你要是想出去，我可以想办法，只要不在长沙待着就行。哎，要不你跟着我干，保你过得比现在痛快。如果只是洗脱我的嫌疑，并不难。但只要我还是九门中人，早晚还是同样的结局。不是，我还以为九门里只有我知道，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九门能立得住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但这道理也不是永远都说得通。那时候世道乱，人心更乱，上面忙着打仗，底下人连口饭都吃不上。没了权力的约束，民间就自发生长出了替代性的秩序。九门不过是应运而生罢了。我们算不上什么好人，但至少让穷苦人有了条活路。现在，新的秩序已经建立，九门赖以生存的根基早已土崩瓦解。如今这世道，九门这种民间组织不仅多余，更是必须要铲除的威胁。老东西早晚都得完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你不如先管好你自己，要么我帮你做点祸文海。老规矩，100文我就干。啊，谢家如果要退，也不可能自己一家全身而退。九门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如果上面真容不下九门，必然是要斩草除根，所以才派霍文海来。霍文海也生在九门，对九门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。而他越想继续往上升，就越是要证明自己跟九门毫无瓜葛。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，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彻底除掉九门。军政部除掉九门，是个不可逆转的时代变化。一个霍文海不行，就10个；10个不行，就1000个、10000个。所以九门的结局早已注定，你、我都逃不掉。既然你想得这么清楚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很早以前我就知道，九门必死，但如今有了新的变数。什么变数？吴爷，吴老狗。